对于财团币来说，同一模具的命运永远是反复的利用，不管是换色还是微调，总之在模具再利用这一块，财团币的奇思妙想一直都让人叹为观止。而这之中典型，除了无穷无尽的异端大军，各种骨架颜色随心配的独角兽系列，可能就要数能天使高达的各种修复型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能天使那一大堆修复型号的故事。GN00121能天使高达修复型是能天使高达的第一个衍生型号，简称能天使 R1。当他在第二季初登场时，估计不少人都曾被这个破破烂烂的机体惊艳过一把。毕竟作为原本就大破又累积了4年战斗履历后的满身疮痍之姿，能天使修复型身上的岁月痕迹表现出了与崭新出场全然不同的美感。考虑到时间因素，估计不少如今的胶老当年都是从这款能天使修复型身上第一次感受到了战损之美的吧。这台简称能天使 R1 的修复型是在与格拉哈姆和基恩 Flag 激情对砍之后的修复款。由于离开了天人部队，缺乏技术支援，所以这些修复全部由刹那本人完成。很显然，刹那的 DIY 动手能力远不及作为前辈的背信尊者，所以在刹那有如绿皮大祭霸给予技术支援一般的技术力下，能天使修复作业的最终结果只能说勉强能动。其实没法修复的原因倒是不难理解。毕竟高达这玩意儿存在技术壁垒，虽然3大阵营难以仿制，相对的离了天人想搞配到匹敌原装的零件基本也是难如登天了。所以在能天使修复型上，我们不难看出刹那对于修复高达这件事儿，从入门到入土，从认真到凑合的心路历程。首先，整条被砍下的左臂可以直接放弃治疗了，因为刹那独自在外，连一块装甲都不一定搞得定，复原整个断臂更是痴人说梦了。不过好在刹那技术不足，审美倒是可以。他淘换了一块破布罩在断臂处遮丑，没有男人可以拒绝单肩披风这样的装饰，更何况是一块破破烂烂的披风。相似的凑活遍布能天使全身，比如高达使用的高精度传感器，同样属于特殊规格的非卖品，因此刹那最后选择了更容易搞到手的铁人式主传感器零件来修复右眼。但是额头中央的大块探测器依然无法修复，所以可能同样为了遮丑，刹那直接用一块钢板给它糊上了。同时，高达坚硬的装甲使用的是特殊制作的一碳素材，废弃零件回收站也弄不到合适的替代品，所以机体的双脚脚踝、右腿及膝盖以及左侧裙甲部分都处于裸露状态。驾驶舱的舱盖涂装也与原本不同，似乎是经过了替换，可能是考虑到驾驶舱盖毕竟是保命的地方，就算凑合也得整点东西盖盖，增加安全感。至于武器方面，更不是不能奢求什么原本的7件系统，如今其中6把都已遗失，剩下的最多只能算半把，勉强能算作0.5件系统。仅剩的基恩剑不光剑端断裂，同时还严重磨损卷刃。除此之外的武器就只剩下右手的基恩火神炮了，因此能天使 R1 在战斗力方面基本不可能有太多指望了。在参加 X-Vision 系列时，这一形态作为能天使高达在被击破后仅限一次的复活形态登场，并且在觉醒中会处于3红形态，只不过不知为何其觉醒技却还原了在第2季最后使用过压增强模式与零高达决胜的画面。实际上，这一技能直到能天使修复型回归天人后，在天人进行进一步修复后才获得。而再次整修后的能天使被称为能天使高达修复型2，简称能天使 R2。相比 R1 能动就行的基本要求，有天人资源支持的 R2，则进行了更为全面的修复与整改。不光是为了让能天使高达恢复原本的战斗力，更是为了它能适应如今的战场。因为在拟太阳炉搭载机普及之后，即使是搭载原型基恩太阳炉的第3世代高达们也很难拥有压倒性优势，所以能天使如果还维持格斗战特化的宗旨，那开出去保不齐哪天就落得一个贝多芬名曲的下场，欢乐颂。因此能天使 R2 在改装时有意将其功能性向一击必杀与一击脱离的方向调整，修改是毫不吝惜的投入了运用在最新第4世代高达身上的知识与技术，重新修改了机体动力推进系统，原本暴露在外的基恩粒子传送带统一改为内藏于装甲之下，并且为基恩太阳炉追加了一个解除自身限制的功能，可以短暂进入上面提到的过压增强模式。在这个类似3红状态的高出力化模式下，能天
天使 R2 可以依靠其短时爆发力解决战斗，实现一击必杀的宗旨。其实这一类似过载的状态，从最初的就有过给能天使加装的打算，只不过由于此系统缺乏稳定性，所以迟迟没有实现，直到这次改装才正式搭载。而武器方面，从7件系统到0.5件系统，如今重新审视机体作战方针后，决定将其7件砍为3把，这次成了3件系统。其主武器为在原本基恩剑基础上设计的基恩剑改，以此剑结合过压增强模式，贯彻一击必杀的作战风格，同时辅以2把光束军刀，搭载在原本侧裙甲部位的基恩剑收纳位点，双臂的基恩火神炮也得以保留。基恩剑改与原版最大的不同，莫过于其剑刃部位改造成了拥有透明材质的刃口。这是因为其采用了基恩电容器原材料进行改良得到的素材，技术上与00R 使用的基恩剑3类似，在当时是之前的高达未采用过的电热系武器。由于机体的粒子运用效率提升的缘故，威力也同步上升。其刀刃在把基恩粒子转化为高热的同时，还能把高热瞬间转移至接触物，切断效果比以前更为提升。此外，此武器还保留了基恩剑与基恩光束步枪模式的切换。而能天使 R2 在动画里的登场，要一直等到第2季最终战中，刹那的55开光环再次展现神威。其驾驶的00R 与利冯兹驾驶的再生高达一起大破，利冯兹趁乱抢夺了00R 2具太阳炉中的一具，将其安装在废弃的零高达身上，而刹那则将剩下的那一具安装在托勒密2紧急射出的能天使高达 R 上，两人以此进行最后一战。虽然最终刹那以基恩太阳炉的出力限制解除，所释放的突刺攻击击败了利冯兹的零高达，但此时刹那的55开之力尚在全力运行，所以能天使 R 惨遭厄运，崭新出场与大破返场无缝衔接，2具正版太阳炉也宣告报废。很多人以为能天使可能就此寿终正寝了，但是天人还是决定对能天使进行再次修复，将其改造为能天使高达修复型3，以基恩粒子储存罐取代太阳炉作为动力源，并将其隐藏在地球上，作为刹那在地球上进行介入活动时的代步车辆。R3 版本的能天使在作战思路上再次大幅变更，配备了和以往战斗风格大相径庭的长距离射击兵器基恩长管步枪，希望能天使可以像力天使一样，苟在远处隐藏身形，以狙击战作为武力介入的主要方式。基恩长管步枪作为大型兵器，采用与基恩剑类似的结构，折叠收纳并装备于机体左腕。在使用时展开枪身、握把及水清传感器，在机体进入格斗战后再度收纳枪身，以免妨碍机体的动作。同时其原本的近战武器也基本得到保留。于是能天使 R3 便以一种左手长枪右手大剑的诡异猛男搭配重新回到了地球。只不过由于以基恩粒子储存罐代替的太阳炉，因此其在操作时间上存在一定的限制。虽然为了能派上用场，能天使一直在接受改造，以跟上不断进化的战场，但是万万没想到，在剧场版最后刹那，这个负心汉有了00Q 这个新欢之后，选择带着一个电子幽灵去跟外星势力 ELS 玩跨物种联谊去了。只不过好在刹那临走前还是很贴心的帮能天使找好了下家，那就是在剧场版最后发起玉碎冲锋的格拉哈姆。他在濒死状态下被准备要出发去 ELS 母星的刹那发现，格拉汉姆透过刹那的对话指引与 ELS 融合。虽然没有背负着叛徒的名号，但确实舍弃一切而战的格拉哈姆最终成功原地复活，身体能力等诸多能力飞跃性的提高，并且顺利加入天人，如命运般邂逅到了自己曾经魂牵梦萦的能天使高达。虽然如今他比起当年已经面目全非，经过大量强化改修之后，正式名为能天使高达修复4，也就是能天使 R4。整部动画从头到尾都在开 flag 的格拉哈姆，以痴汉特有的一往情深，将自己与新爱姬的相遇视为命运的指引，确信自己和高达的小指系有红线。可能天人的组织架构里写明了，驾驶员总是需要这么一个高达痴汉。总之，心满意足的格拉哈姆亲自赋予了能天使 R4 一个爱称——格拉哈姆高达。作为能天使高达的第4个改修版本，武装方面，能天使 R4 修复了能天使高达最初的7件模式，只不过在武器选择上，
更换为了太刀、斜插等适配高达的日本式兵器，并大量采用了开发中的技术和试作品，在短时间内完成其改造。虽然以旧型机为基础，但依然能发挥出优异的性能。不过其最大的改动其实是与 R2、R3 截然不同的动力源，既非原版太阳炉，也不是大型粒子储存罐，而是使用了拟太阳炉。通过将试作中的新型基恩粒子电容器内藏在各个部位，实现了以搭载拟太阳炉并获得破格的粒子使用量。同时机体左臂呈现出裸露骨架的形式，没有任何外甲进行覆盖，这种袒露左臂的样子颇有日本极道的刃甲之风。实际上天人在这左臂中投入了尚在实验阶段的第6世代高达使用的技术，可以实现仅这一部分单独发动3红状态。某种意义上来说，格拉哈姆高达的左臂也是我们现在唯一能看到第6世代高达。因此除了这条胳膊以外，官方再也没有发布过任何与第6世代高达相关的信息。虽然这是一条没有装甲保护、时刻都处在裸奔状态的手臂，但已经具有足够的强度。为了实现机体局部启动3红状态的目的，在这条手臂上内置了优化后的新型基恩粒子电容器，在斩击时可以发动，以提升机体的瞬时爆发力，可以说是一款饱受期待的全新运用方式。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曾自称为密斯50道名号的格拉汉姆曾以左撇子方式使用刀。本机无论是武器风格还是惯用手设置，看起来也符合他习惯，但这一切不过是偶然，并非刻意而为。虽然以3次元的角度来看，这明显是为了贴合格拉哈姆个人风格而进行的设计变更，但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巧合，才让格拉哈姆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与高达之间有命运红线连接的原因吧。除此之外，能天使 R4 在本体造型上并没有进行太大的变动，但是在这些不变的外观之下，却也进行了尽可能的强化，让第3世代的能天使高达拥有了可以匹敌第4世代高达的内部结构。锁骨天线也装备了试作阶段的新型，比以前的锁骨天线更短，但在粒子控制方面的性能发挥不逊色于其他高达。至于武器方面，机体的主武装为基恩太刀，是为制作基恩剑5铺垫试作出来，为00高达量子型的基恩剑5开发后，进一步对数据改良后开发而来。因此继承了基恩剑5细长刀身等特征，在待机时可以将其收纳在机体背部。除了整体质地通透外，还拥有日本刀独有的切线与反等特点，而配置在右肩部基恩盾牌，造型则与00高达量子型极其类似。其上也搭载着大量近战武器，其中较长的为基恩战剑，较短的为基恩战刀，每种各2把，合计装备有4把剑，使用了基恩剑5开发途中的试作品。只不过与00高达量子型不同，没有作为浮游刃的功能，而在机体裙甲两侧则装备有2把基恩枪刃。这2把武器继承能天使00系谱祖传的枪剑一体设计，除了格斗战用的剑模式，还有射击战用的步枪模式。该装备同样为基恩剑5开发途中的试作品。作为00系列10周年纪念时公开的信息，能天使 R4 和格拉哈姆怒土便当，同时官方也补完了天人与格拉哈姆此后的经历。在 ELS 袭击地球事件后，刹那带着数码幽灵提耶利亚，为了与 ELS 进行跨种族联谊，前往 ELS 的母星。而在地球上本应维持治安的联邦军70%军力被毁灭，还遗留了如何处理与 ELS 融合的人类这种新存在等大问题。纷争的种子还有很多残留在当今的世界。对于这一世代，天人迅速重新展开活动，剩下的高达机师洛克昂和阿雷路亚2人，再加上和提耶利亚同款的准变革者，继承了提耶利亚记忆的雷迪西亚厄德，作为力天使高达修复型3的高达驾驶员加入，而格拉哈姆就是刹那挖角来的新4人组中的最后一人。这4款修复型中，您最喜欢哪一型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